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艾文的生活纪录频道，我是艾文，我是51。今天是2023年的8月25号，是什么日子呢？终于轮到我出国的日子吗？错，是9月25号，小弟我生日前正好1个月的时间。哦，所以为我们掀开序幕的第一个行程，就是我们要在8月25号这一天搭乘巴迪航空到冲绳去来一个4天3夜的旅游。所以这一趟算是回忆之旅吗？也不完全是，这一次有2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在5、6年前去冲绳的时候，我们是2月份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主题叫做冬游冲绳。这一次我们是盛夏的时候过去，所以体验到的行程啊东西应该都会蛮不一样的。那第二个比较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一次搭乘的航空公司是马来西亚巴迪航空，就是我老家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大家可能对巴迪航空这名称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可能对它的前身，也就是马印航空比较有点印象。他们在2022年的6月份正式全面正名为巴迪航空。那疫情之后，他们开了很多前往日本的航线，包括了大阪、冲绳、名古屋等等的。那这次我们搭乘的就是从台北的桃园机场出发，然后前往冲绳。而且今天是8月25号嘛，它起航的时间好像是8月16号，大概9天前才刚刚新开的一个航线。然后目前的话，它是一个礼拜有4个班次，就是1357。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一下马来西亚巴迪航空。Go！马来西亚巴迪航空从台北飞往冲绳，使用的是波音737客机。飞机整体还蛮新的，座位是3-3分配，空间感也相当的宽敞。我身高178公分，腿部可以活动的空间算是非常的大。那空服人员的制服也有呼应巴迪航空的名称，以 batik 也就是蜡染的印花为主，很有特色。那去程的时间是台湾的时间下午1点15分，时间还不错。抵达的时间是日本时间的下午3点35分，所以在饭店 check in 完之后，晚上还可以安排多一个行程。马来西亚巴迪航空它属于全服务型航空，在行李还有餐饮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同时也可以让乘客有自主的选择性。巴迪航空目前他们是有提供行李20公斤嘛，就是它不限制你件数哦，就是你只要20公斤以内，你要几件都可以。哦，那这样很好。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先带3个行李箱去，我怕我等下outlet要搬太多东西，我说假设啦。对，那你去的时候，你回来如果没有超过20公斤，你还是一样可以回来啊。真的万一超过的话，那你就再补那个行李上去就好了，不用担心件数的问题。比较弹性。对，然后在巴迪航空的飞机上面，它是没有附餐点的，但是你可以去加购它。我刚看了一下它的 menu， 它是用马币算是不是？对，上面写的都是马币。这样算贵还是便宜啊？我觉得很不贵哎，飞机上面的餐点100多块。台币吗？台币100多块。那这样很 OK 啊。对啊，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有点怀念，因为都是马来西亚的招牌食物。这个我听你讲很多次。然后还有椰浆饭，还有 nasi biryani 啊，好有家乡味哦。去程我们吃了绿咖喱鸡肉饭，还有鸡肉椰浆饭，满满的家乡味，口味也是恰到好处的重口味。我们2个人是吃得非常的过瘾。Thank you， 拜拜。冲绳我们来了。我们坐好车了，好骚包哦！骚包的我很喜欢。不是，周围唯一一台这种颜色的车，竟然就被我们租到了，还不错啊。其实蛮特别的，很好认。其实租车是好事，因为你真的很容易找到你自己的车。对，其实蛮漂亮的。想要了是不是？哎，来下马塞，怎么有种愉悦的感觉？我就问你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要用特里的咖啡了吗？怎么你到了第一站还是选择喝 Lawson 的冰拿铁？因为还是有点回忆的感觉，你知道，而且它的冰拿铁好像还是传统的那种做法，不是我们上次在那个……对，不是在东京你喝到那一种，就是你要自己去拿一个杯子，然后自己按的那一种。哦，比较好喝，比较好喝哈。然后买了一个猪排面包，还有51指定他要吃那个炸鸡排吧，类似炸鸡块。我们就先买这样子，先来垫一个位，因为我们时间被 delay 了很多。那我们现在就要去饭店 check in 完之后，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重点行程。一个哟。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北谷的海边这一边。那我们饭店就在附近，因为等一下8点钟的时候就有烟火秀。旁边是美国村。
啊，对，旁边就美国村了。我们赶上了。虽然说我们没有赶上在冲绳这边最大的那个烟火节，但这个是北谷烟火节，是比较小型一点的，但是还是算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怎样？我今年为你准备的第一个生日礼物还不错吧？你准备了是不是？对，我跟冲绳观光局联系好，做这个给你看。所以你要请他们就是连续2个月以来，每个礼拜5都要放烟火，是不是？用心良苦。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刚刚一下飞机的时候就下大雨，我们想说哦完蛋了，今天晚上烟火会不会拍不到给大家看？就幸亏我没有赶上。而且雨过天晴，反而天气更舒服，你不觉得？对，然后人潮也不错，很刚刚好。然后我后面这边就是著名的美国村，我们就用北谷的烟火节来展开我们的冲绳之旅。耶，走，吃琉球的牛。乾杯！各位观众，我们在琉球的第一餐吃的是琉球的牛。我原本完全不抱期待可以吃到了，你知道吗？这一家店呢，据说就是在琉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后来琉球必吃的一家烧肉店。对，很多人推荐。我前1个礼拜也是一直上网订，就是它4家分店，我都一直订都订不到。对，因为我们是很临时的决定要来这趟行程，那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说他是不接受预约客以外的客户的，然后你要至少2个礼拜以前就要开始来预定，才订得到这家餐厅。但是我们刚刚走过去北谷要看烟火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抬头看到说，哎，琉球的牛就在这里耶，然后这里就是北谷店，所以我们就想说，不如我们就走上来问问看吧，有问有机会嘛。然后我现在就坐在这里。你真的很棒哎！来吃一吃琉球的牛，嗨！有没有满足？大满足，好吃，超开心，大满足，而且又喝到啤酒，好好吃哦！怎么会那么好吃？Take you for a ride in my brand new car. My brand new car, my brand new car. Gonna take you for a ride in my brand new car. My brand new car, my brand new car. Gonna show you how the shifter feels, '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that we make it real. Gonna take you for a ride in my brand new car. My brand new car, my brand new car.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天是我们在冲绳的第2天。今天一大早，我们从饭店 check out 完之后，我们就直接走过去美国村，超近，10分钟以内就走到了，去感受一下美国村这个必踩景点白天的一个 vibe 一个气氛。因为我们5、6年前来的时候，我们是晚上去嘛，白天跟晚上的氛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沉浸在美国村的氛围里面，然后也到他们沿岸的旁边，有一些咖啡厅啊、一些餐厅啊这些，我们就很 chill 了，点了一杯冰拿铁，然后还有冰沙，就坐在旁边面对着海，这样子chill的放松一下下。因为今天的人潮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离开之前呢，我们又去外带了一家很有名的，在网络上面也很多人在推荐的一家猪排蛋饭团。它里面就是有很多层，有午餐肉，有蛋，然后你可以去搭配，看你是要牛肉的还是你是要海老的。然后我们买了2个，在这边简单的吃完之后，我们就要来进行今天下午的重点行程了。现在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感谢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好天气，有点太好了，太阳很大。我们刚刚逛完美国村的时候，直接下大雨，我们超担心的，因为我们预定了今天下午1点半的时候，我们要去潜水。夏天来到冲绳，就会有很多水上娱乐的一些行程嘛，你可以选择浮潜，可以选择潜水等等的。但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有的，就是青之洞窟，我们就要去看那个蓝洞。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行程就去潜水吧。在冲绳想要体验潜水，完全不用担心语言不同的问题，因为51他在网络上面找到了全日本唯一一家以中文服务的5星潜店。我们提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预定好了潜水的行程，所以报到换好装备之后，教练刚好也是一个台湾人，叫做令长，他在船上用风趣幽默的方式跟我们解说基本的潜水知识，还有一些须知事项。那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抵达了青之洞窟。
练奖教练他全程都牵着我们2位，以一个渐进式的方式往下潜，过程当中会一直的跟我们确认我们的状态，让人非常的放心。那也会帮我们拍照做纪念，给我们面包喂食，让我们被鱼包围起来拍照。那青之洞窟的美，透过浮潜和水肺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2种景色。所以有机会来冲绳体验潜水的话，推荐可以找黑潮潜水带你们去感受一下青之洞窟的美。结束了潜水行程，当然就要饱足一顿来补充体力。那冲绳的2大必吃美食，一个是昨天我们吃过的日本和牛，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要吃的阿古猪。我们在恩纳村的前店附近找了一家猪排店来吃。吃饱喝足之后，体力回来了没？回来了，带你来散散步。我就知道，大家还记得吗？5、6年前的影片里面，为我们开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逛街逛到整个断线的，就是冲绳的阿西比尼 Outlet。但这一次呢，我们现在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他们10点钟关门。我们先来这里，全冲绳最大的百货公司 AO Mall。Holy， 好大一家的 Montbell。这是你的，不是我的。真的有便宜耶！我怎么觉得冲绳很好买？简单说，就是它本来就已经便宜了，然后第2天再打8折，追踪它的 IG 再打那个95折。你确定你要在这里买公仔？他就刚好看到了。为什么你连冲绳都可以买公仔？其实我自己很讶异，居然在冲绳可以买到公仔。哇，这次就新出了，而且又日版。就它了。谢谢。夸张到我拍你了。你真的很……好了，你真的很夸张。其实现在已经是我们在冲绳的第3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才最后一天啊！我们从昨天晚上逛街逛到今天早上，从全冲绳面积最大的百货公司逛到全冲绳店铺最多的百货公司，就不一样的啊。也算是解锁一个新的体验，因为这一家是我们以前没有逛过的，但是昨天晚上的那一家是我们上一次来冲绳的时候有逛过的，但是还是很好买。而且这家百货公司还蛮特别的，就是它的美食街那一边，它可以有一整片的落地窗，可以直接让你观海，在那边吃东西。但是现在来日本逛街真的很好买，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乘0.22，然后算一下，怎么比台湾便宜这么多？但我们的行程不能够只有这样子，我们要兼具就是阳光，还是要有点海水，对，一点大自然的行程，不能够只有购物的行程，我们要有身心灵上面的满足，所以我们来去下一个景点。有可能从我们车子出到紫霞仙子的时候就已经预告了一切，这就是一个贵妇的行程。不行啊，冲绳还是有景点要逛的。终于不是只有贵妇的行程啦，也有年轻人的行程。我们这一趟行程就是身心灵都要满足到，对，所以逛街满足的是哪一个部分？身心灵。我们现在来到了近几年算是一个非常夯的景点，叫做赖长岛，它就是延伸出来一个小岛这边，在这边有一点像是一个小希腊镇的地方。那在走进去之前，我们想说，既然来到了冲绳，还是必须要躺在海里面。来一点年轻人的活动，阳光、沙滩，还有一个老船长。谁是老船长？你这很老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来对时间了。赖长岛推荐在傍晚时刻，也就是所谓的 match hour 来，超好拍。在这里踏浪看日落，非常的浪漫。那这里也是一个看飞机的绝佳地点。没几分钟就会有飞机降落，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还可以捕捉到飞机穿越夕阳的瞬间。赖长岛它有小希腊之称，白鹅岩的街景上面有不同的店家，那每一个店家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坐在这一边，一边享受美食，一边看日落、看海、看飞机。那在这里，我们也去踩点了一家非常有名的幸福松饼店，点了他们招牌的幸福松饼，超级蓬松，搭配牛油还有冰淇淋，虽然很罪恶，但是真的很享受。真的好，真的好吃。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再次回到熟悉的冲绳必访景点国际通力，在这条热闹的街道上面买了一些伴手礼，那也想要在这里吃个晚餐，因为五一他心心念念的暖木拉面在这里就有一家分店啊，结果这不会吧？不会吧？这个人潮，这也太恐怖了吧！我们的暖木拉面。完蛋了，完蛋了，吃不到。所以最后我们是在国际通力上面的殿堂横丁用餐。这栋楼里面它有满满的日本文化特色，有一点像非常有特色的百货美食街，又有一点像室内的大排档，里面的 vibe 非常的好。牛排、寿司、居酒屋，各式各样的店家都有。那我们就随意找了一家，点了一些小吃，搭配生啤酒，来结束我们在冲绳最后一个晚上的行程。最后一天在饭店 check out 完之后，马来西亚巴黎航空从冲绳飞往台北的班机是下午4点半，我们只需要在2点钟还车就好了，所以我们早上还可以再安排一个景点。那很不巧的，还车的地方刚好就在阿西比纳奥莱的旁边，所以我们把握了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再逛一波。于是，突如其来的4天3夜的冲绳之旅就这样子圆满的结束了。我们终于在夏天来了一次冲绳，和冬天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不变的是，冲绳还是很好逛、很好买、很好吃、很好玩。生日月的第一个行程完美落幕。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冲绳4天3夜的分享。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影片的话，考虑订阅一下这个频道。我是艾尔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